开小车，没钱进，没钱进，嘿嘿嘿。两边厢房的瓦片呢，我们是直接买的树脂瓦，1米乘以6米的，还挺贵哦，140一块。这个可以随意的裁接的，总共是买了8块，1100多块钱，还买了瓦条。两边呢，基本上从楼下是看不到的。只要盖好不漏雨就可以了。现在师傅在下这些树脂瓦，今天也下了雨啊，待会儿呢马上就要开始盖瓦了。叫了一辆3轮车拉过来的。朋友们啊，在这个位置我打算建一个户外的厨房，以后呢可以在这边煮饭炒菜，然后呢还可以在这边拍视频直播，和大家一起聊聊天。就在这块位置，因为装的有2个水龙头，要更方便一些，可能会占用一些院坝的空间。这个户外的厨房啊，我一直都想去做的。整个院坝大概有400个平方左右吧。你们觉得怎么样呢？现在暂时还没有做，过几天吧，先计划在这边。今天依然有2个师傅在装上面的灯线，这边呢厢房顶上也要盖瓦。待会儿呢我又要去城里面买些材料，等盖好了之后啊，我再拍给大家看。我刚刚去城里面买了材料，这边师傅已经盖好了。从这边看过去啊，我刚刚去城里面买了材料，这边已经盖好了瓦。其实从院坝这边一眼看过去，基本上是发现不了。待会儿呢，我们可以走上去给大家看一下。现在也下了雨，师傅呢还是继续做工。今天要把这边给盖好。朋友们啊，像这样的树脂瓦，你们觉得质量到底如何呢？盖这样的树脂瓦大概多少年之内不会漏雨呢？别看这是树脂，也就是胶做的，但是人是可以踩在上面，感觉还是挺结实的。从这边走上2楼，这里的灯线也接好了，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2个师傅在这边接这些灯线。中间的位置我们是在顶上走的线，所以这边是看不到明线的。这个位置也是从这里穿下来的，这里要做一个开关，双控的。这边是排插的线。整个2楼的客厅我们留了3个排插。每个位置我们开孔就是这么大，能够接得上线就可以了，不影响木板的质量。尽可能的往房间里面走线，这样子就显得不是那么特别明显。我们这边夏天也不会特别的热，所以呢，我们整栋房子只留了2个房间，
是专门留有空调线的，其他的房间我们是不打算装空调的。从这边我们是可以走上厢房的顶上，之前是专门在这边留了一个窗户，方便可以走得过去。这边也都是接好的开关还有排插的线。我感觉2楼的走线比1楼看起来好像还要隐蔽一些，因为可以从3楼上面走主线，下来的时候再这样子用主燃管包起来，然后呢接线。那我们现在就从这边走过去，给大家看一下刚才师傅他们盖好的树脂瓦究竟怎么样。已经走过来了，我们现在已经从那边走过来了。这边厢房的顶上还堆的有很多杂物呢，这边是之前拆模留下的一些模板，基本上都是一小块一小块，没啥用了，做柴火烧吧。这边的树脂瓦盖好了之后，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主要就是这边下雨天带着吹风，这些雨水呢会直接淋湿到我们的木板，而且我们这边厢房大家可以看一下，厢房和木房子中间是有一个缝隙的，大概有40到50公分左右。这个我们后期在装修的过程当中要给它全部用木板或者用石膏板给它全部填充起来，这样子呢它就不会出现这样的空隙，从底下呢看起来也更美观一些。就是这样子砌了几块砖，80公分的高度，然后加上领子，直接在上面盖上树脂瓦就可以了。主要还是对这边的木板墙呢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也防止雨水呢从这边空隙侵蚀下去。这个水面有点太陡了，本来之前我们还剩了一些瓦片，这样的一个水面如果盖那种瓦片的话是盖不稳的，只有树脂瓦是比较好的。实际上厢房的顶上地势比较高，风景还是很不错的。之前有很多朋友建议我在上面做一个休息台，然后做茶室，暂时没有这个精力去做了吧，以后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们直接开一道门可以进入这边的。这是我们移过来的一个太阳能电线杆，现在还亮着灯的。看这户邻居家呢，应该是明年准备也要把这栋木房拆掉，然后重新建一栋像我们家这样的房子，也是木房哦。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我们厨房里面的柴火灶，烟囱砌了这么高，现在灶很好用，基本上在里面烧柴火没有那种烟的。整个烟囱达到了3米多的高度呢。背后的这户邻居呢，还留了一小块的菜地，在农村里面还是非常实用的。他们家种了很多这些盆景植物。再来给大家看一下这盖好的树脂瓦。
我们在厢房顶上做工，所有的材料都是靠这个木梯爬上爬下去运送。那边已经切割好的树脂瓦，待会儿呢也要顺着楼梯从这边搬上去。上面的瓦条也钉好了，马上就可以开始盖树脂瓦了。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啊，朋友们，在夏天如果下大雨，我们的这边雨水呢全部是往这边，也就是风是往这边吹过去的，所以这边的木板潮湿程度很严重，几乎每一场大雨这边的木板全部都会被雨水给侵蚀。但是到了冬天呢，又从那边吹风过来，所以说很怪啊。这两边啊必须要盖，如果不盖的话那真的不行啊。刚刚我们也在院坝那边看了一下，实际上盖好了之后啊，从正面是很难发现我们两边是盖了树脂瓦的，不影响美观哦。这些瓦片看起来很大，实际上没多重，比较轻。完了，完了，这先搁着它。好了，朋友们，那这期的视频就为大家暂时分享到这里。我是石头，喜欢的好请记得点个关注，我们下期再见，拜拜。